來到蘋果店，買高階的電視，現在最困難的點可能已經不是預算，而是要看懂這一些技術名稱 ，OLED、Mini LED， 現在又多出一個 SQD Mini LED。但我們回歸比較現實面啦，大家會想買高階的電視，最看重的應該其實就還是幾件事情：暗的地方能不能真的暗？那亮的地方會不會有異光的問題？還有一個我最在意就是音效到底如何。那同時啊，我們電視都是擺在家裡的客廳啊，所以白天的時候啊，或者你客廳開燈很亮的時候，顏色能不能維持鮮豔？那我們今天實測這台顯示器的方式，我們實際會用像這種室內暗光的場景、明亮客廳的場景，也會針對遊戲還有音效這4個地方。那看看這一台 TCL XCL 的規格，那實際上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？那我們先說明這次評測的主角就是 TCL 75寸 XCL 頂級 SQD Mini LED 量子智能聯網液晶顯示器。但重點我們不只要看規格，我們也會安排幾組實際來測試的畫面和實際使用的情景，讓大家知道不同的技術各自在處理什麼問題。但我們還是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，不同的電視這些畫面，我們經過我們攝影機的拍攝，和你拿在手上看的熒幕，這些變數呢，跟你肉眼實際看到都會有差距。所以影片中的翻拍畫面主要用來比較趨勢，最後還是建議大家去門市親眼確認。那其實外觀上大家可以看到啊，75寸重點其實不只是大，你還要看它放進你家之後的安裝條件。那可以看它底部的長角是長形的，那這個尺寸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寬度來維持它的穩定性。那另外在線材收納上這一點我很喜歡，你可以看它電視後部有做這個導線凹槽。那另外在它腳架的地方，你看它上面有一個小盒子，它把整理線材的結構機關也隱藏在這個腳架上面，讓你在理線的時候不用再額外買其他的整線器。那側面可以看到 XCL 呢，它是這種窄邊框的薄型設計。那我們會用手指跟硬幣來做比例，讓厚度比較容易理解。那說真的，以這樣旗艦的規格來說，這個厚度的表現算是很好。那你在找電視有在研究高階機型的，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。那它背面的接孔也有4組完整的 HDMI，4組都支援原生144Hz。那如果你要接上支援 EARC 的裝置，像是 Apple TV 或者是遊戲主機擴大器等等，那就記得要用最上面的那一組 HDMI。然後我們來看一個外觀，我覺得最大的重點就是大家看看它喇叭的地方。那先不說整體設計起來看起來它的用料真的是下了不少本，重點就看到這幾個字啊 ，Audio by Ben Olufsen。那這也是讓我私心想要測試這台電視的原因。那其實本身就是 B&O 的忠實用戶，就蠻好奇說在電視上要怎麼去還原 Audio by Ben Olufsen 專業調音的調教功力。所以這個部分的調教功力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。那等等我們也會實際來分享心得。那其實從這次整體的外觀設計可以看得出來 TCL 的用心，整體用料上看到的都是走非常高階的取向。那當然除了規格、外觀的設計還有用料，那實際用起來到底能不能符合高階電視的身份，我覺得還是要看它實際的表現，我們才會知道。一般 Mini LED 的基本概念是把背光縮小，增加控光區域，讓畫面的亮暗控制更細。那 XCL 呢使用的 SQD Mini LED， 它就不只是持續維持亮度或分區數量，而是直接把控光啊還有色彩這2件事情一起處理。那所以呢，這是 TCL 主打的3個核心。那第一個就是精準的控光技術，那第2是 Super QLED， 第3就是極彩濾光片。那簡單說啦，精準控光呢，它是負責明暗嘛，那 Super QLED 是負責讓它的顏色更加精準，那極彩濾光片呢是負責讓它可以呈現的色彩範圍更廣。所以接下來我們不要只看一長串的規格，那我們直接把它拆分成3組最容易理解的畫面。那首先我們就先從最容易看出差異的暗場開始。那我們這一台是75寸的 XCL， 那麼官方標示是有11520個精準控光分區。那 HDR 它的峰值亮度啊最高可以到9000尼特。那這2個數字為什麼我們要講出來？因為它需要一起理解。那分區的數量我們是可以看它的背光可以切得多細，那峰值亮度影響就是它的亮部到底可以衝到多高。但其實更重要就是當亮的場景跟暗的場景同時出現的時候，這2邊可不可以各自守得住？那例如嘛，黑色背景上面可能有字幕，對不對？或是在夜景裡面的這個小燈，或是太空中畫面的這些星點。那 Mini LED 常見的考驗哦，就是在這個亮物的周圍會不會出現那種嚴重的光暈，然後黑色會不會因為這樣被抬成灰色？那大家可以看到 XCL 它把發光晶片、超聚光微透鏡和微距的 OD 技術整合在一起，那目的就是讓它的光線更加集中，降低亮区的光往旁邊散開。那規格說得漂亮，實測如何？剛剛的畫面也直接讓大家看到。那我們在翻拍這些畫面的時候呢，我們都會把它的曝光固定，然後選擇字幕，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星空啊、夜景啊這幾個不同的畫面。那你可以
去觀察它的暗部層次，那還有高亮物件周圍的控制。我們不管是拍攝起來，或者我們肉眼看到，我們覺得它的表現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那我們就來講到第二個核心，就是 Super QLED。那我覺得它比較不是要把顏色單純拉得非常的濃，而是希望它在亮度拉高之後呢，它的顏色一樣可以維持準確還有純淨。那這一點大家應該都知道了，在去賣場的時候看到很多電視，它有那種過度非常的鮮豔的感覺。但當你拿回家之後啊，在看一些影片啊或者電影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它人的膚色，或者說你在看球賽的時候，草的顏色哦，它是整會偏掉。那甚至它的草地其實沒有這個明暗的對比，變成同一種綠色，那其實會反而失去觀看的真實感，因為它跟我們現實看到世界就不一樣嘛。但大家可以看到 TCL 這個 Super QLED， 它讓色準提升69%，透過超級量子點的技術，可以發出超純的光源，讓它的顏色呈現就越準，還原真實的色調。所以我們不論是看這種自然景觀，或者我們在看電影、在看球賽的時候，我覺得它的畫面呈現真的是超級好看。那我們講到第三個核心，就是它的極彩濾光片，它和 Super QLED 是一起工作，相輔相成的。前者讓色彩範圍更廣，後者讓範圍裡的顏色更準。XCL 採用 WHVA 2.0 Ultra 面板，那面板中配備大幅升級的極彩濾光片，它能夠透出純度極高的3原色，讓整體的色域提升33%。那搭配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Super QLED 技術，可達100% BT 2020全景廣色域覆蓋。那對一般觀眾來說啦，這裡百分比真正對應到的，就是在可能花海啊、熱帶雨、霓虹燈這類同時有很多高飽和的色彩畫面裡面，不同的顏色可以被清楚的區分開來，而不是好像全部都擠成一團糊在一起。那我們把3項技術換回真實的使用情境。那我們第一個測試點就是可能在燈光明亮的客廳，那高峰值亮度的好處這邊就很明顯，不只是它畫面看起來更亮，而是在它環境光很強的時候，那它的亮度和色彩都還是有空間可以去表現出來。如果你家是有那種大面窗啊，你白天常常看球賽或綜藝節目，那建議把我們這一段的測試當成一個重要的判斷。那同時也要你親自到門市去看一下，看看針對這個反光你可以接受的程度。那接着我們來看像這種遊戲還有高速動態的地方，那可以看到 XCEL 它配備的是 TSR AIPQ 處理器。那其實它們定位是透過 AI 對清晰度啊、对比、色彩和動態進行運算。那像這一台呢，它原生的更新率是144赫茲，那完整訊號路徑支援 4K 144赫茲。那另外還有288赫茲 VRR Game Accelerator。那官方的說明呢，是說連接相容的288赫茲 HDMI 訊源的時候，可以將更新率提升到288赫茲，因此它不是真的等同於原生的 4K 288赫茲。好，那畫面的部分大家都展示得很清楚。那我們來到一個我覺得個人最在意的點啊，就在它聲音的部分。那這一台 XCL 呢，它聲音部分採用 Audio by Bang & Olufsen 的專業調音，所以這次在這台顯示器上面，你可以明顯聽得出它的優勢，不會有一般電視的那種扁平數位感。那今天不管是你在听音樂、聽歌，那甚至在看電影的時候，其實我很在意人聲跟它的背景音樂分離感是非常的清楚，但是同時不要有那種數位的虛假感。那這一台的表現上面，因為它的聲音處理非常的溫潤，在這種時候呢，它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，聽起來的真實性真的高了不少。那我們這邊可以透過轉收音，讓大家體驗一下不同的設定。那我个人是覺得如果你今天買電視不想額外放一個 soundbar 或者其他的音響的話，那我覺得這一段是你需要試聽的重點。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滿意。那所以總結來說，我覺得這一台 TCL XCL 的核心，並不是單靠一個很高的亮度的數字，而是用精準的控光、處理明暗，然後用 Super QLED 去提升它色彩的準確性，再搭配它的極彩濾光片去擴大它的色彩範圍。那這些轉換到實際的體驗上也是非常的明顯。所以如果你追求像是大尺寸，然後重視看電影的時候暗場的表現，那或在白天你經常看球賽啊，可能玩這種高更新率的遊戲，那這一台是非常值得放進比較名單的產品。因為我覺得上述講的這幾項，我們個人可能不同面向買電視會在意的東西，它基本上表現都非常的好。那至於它是不是那種 CP 值極高的產品，我覺得這個還是歡迎大家自己去體驗去確認。那你問我的話，其實我們工作室所有人看完之後，對這一台顯示器，不管是它的畫質還有音效的表現，都是給予極高的評價。那我甚至可以講說，可能是我目前測到的評價裡面最高的一台。所以
啊，有興趣的觀眾啊，你可以親自到像是 TCL 的官方旗艦店，或是到它實體門市，那親自看 SQD Mini LED， 你可以去專看它的暗場，還有它的亮部的表現。那最後播一些鮮豔的畫面哦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色彩的還原多麼真實。那同時啊，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，你在選電視的時候，你最在意的是哪一些點？那尤其是在看高階電視的時候，是更在意它的黑色表現、它的亮度，還是它的色彩？那或是跟我一樣很在意它音響的表現，那都可以留言大家一起分享。OK， 那我们今天關於這一台電視的上手評測就先到這邊。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，也可以額外在下面分享。那我是蘋果爹，我們下次影片見，拜。